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活粉量也太恐怖了吧！4万本杂志直接秒切，我果然就没有抢杂志的命。这几年来我就从来没有自己抢到过，每次都是找果果们云的。诚意这次的杂志封面看着都让人疯狂心动，封面 A 是深 V 造型，这么深的深 V 真的好难看到。毕竟诚意平时是老头衫不离身的一个人，居然同意穿这么深 V 的西装还不穿内搭。封面 B 是紧身衣造型，蓝色的紧身衣紧紧地贴在诚意身上，诚意的胸肌腹肌清晰可见。这次的造型真的都是让人流鼻血的程度啊！为了能够抢到杂志，这一次我还专门定了闹钟，可是好像完全没什么用。我提前1分钟都进去等着了，结果一直显示排队人数较多。我就想着是不是买 A 版封面的太多，那我就切到 B 款封面。结果就是一样的进不去，一直显示排队人数太多。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杂志在1分钟内售罄了。诚意家的果果们这手速也太快了吧！这一次诚意怕果果们多花钱，还专门限量 A 加 B 各2万本，一个 ID 只能买1本，要么 A 要么 B， 也就是说要同时4万人在线才能做到秒切。诚意活粉量也太恐怖了吧！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次销售成绩之所以能这么亮眼，也绝不是偶然，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首先，最直观的就是造型带来的冲击力。这次封面无论是深 V 西装还是蓝色紧身衣，其实都在刻意放大一种反差感。一直以来，诚意给观众的印象偏向克制、内敛，甚至有点老干部式的朴素气质，而这一次却突然在视觉表达上大幅突破。不穿内搭的深 V 西装，贴身剪裁的紧身衣，把身材线条直接展现出来。这种从保守到张扬的转变本身就极具话题性，对于粉丝来说，这是难得一见的福利；对于路人来说，也容易因为这种反差而产生好奇，从而点进来看一眼。话题一旦形成，购买欲自然就会被进一步放大。其次是销售规则本身制造的稀缺效应。A、B 2版各2万本，总量看似不少，但在一个拥有稳定粉丝基础的艺人身上，这样的数量其实是偏紧的。再加上一个 ID 只能购买1本的限制，进一步压缩了单人购买空间，把需求强行分散到更多账号上。本质上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控量策略，通过限制供给来提升紧张感。一旦粉丝预期很难抢，反而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抢购，从而形成开售即空的局面。第三是粉丝群体本身的执行力。诚意的粉丝一直以来组织性都比较强，从提前定闹钟、互相提醒，到在不同渠道分流购买，这些操作已经非常成熟。你提到自己提前1分钟进入页面，但依然无法成功，其实并不一定是你慢，而是对方已经形成了一套更高效的抢购体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的手速优势往往会被集体协作所抵消。第四，也不能忽视平台机制对体验的影响。所谓排队人数过多，一方面确实反映了访问量很大，但另一方面也和系统限流有关。为了防止服务器崩溃，平台通常会对访问进行分流处理，这就导致大量用户在同一时间被卡在入口，看起来像是人山人海，完全挤不进去。这种体验会进一步强化非常难抢的心理感受。回到你个人的经历，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高热度抢购失败案例。这种场景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，而是手速、设备、网络、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你提前进入却仍然失败，并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，只是供需关系本身就决定了
大多数人注定抢不到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次秒切真正说明的其实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。一个演员能够维持稳定的购买力和号召力，靠的不是某一次营销，而是作品、形象以及与粉丝之间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。这种积累不会在短时间内爆发，但一旦形成，就会在类似杂志发售这样的节点上体现出来。虽然今天的杂志我没抢到，但是明天的洗发水我觉得我肯定能抢到。我定了提前10分钟的闹钟，要是这都抢不到，那我就……好像抢不到我也只有一个人找个地方哭，毫无他法。所以果果们，你们手下留情，让我，要的不